该锁工在美女苦苦哀求下一时心软，在没查明身份的情况下，直接撬开了别人家房门，却不知对方正是利用他善心进行盗窃的飞贼。所幸雷哥并未被完全迷惑，坚持要确定他的身份信息后才肯离去。很快，女贼就拎着个黑袋子走了出来，谎称家里太乱，先下楼倒个垃圾，身份证就在桌上，让其自己进去查看。雷哥听后也没多想，直接走入房间，却隐隐感觉屋内装饰并不像女孩的，而且桌上也没有什么身份证明。雷哥见状，立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可还没等他打电话报警，女贼竟先一步将电话打了过来。他不停道歉的同时，还让雷哥赶紧离开此处，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。但对方的提醒还是迟了一步。此时，真正的房主恰好回来，将他堵在了屋内。雷哥见状，连忙想要解释，可壮汉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其踹翻在地，接着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没办法，雷哥只能被迫反抗起来，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但不善争斗的他很快便败下阵来，眼见对方想下死手将自己勒死，情急下他也管不得那些，挣扎着捡起螺丝刀胡乱向身后刺去。没成想这一下却直接失手将壮汉杀死，手机也在刚才的打斗中摔坏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强装镇定的来到楼下超市，向老板借手机，打算先报警再说。可刚拨通，雷哥便有些后悔，不管什么误会，自己过失杀人的过错都无法摆脱。想到这，他立马改变了心中主意，随即先假意买份食物支开老板，接着趁对方离去后，迅速用纸擦拭掉手机和大门上的指纹。只因他发现超市内并无监控，只要再清理掉凶案现场的痕迹，便能伪造成自己从未来过的假象。唯一知晓的女贼肯定也不会冒着暴露的风险报警。可雷哥刚重返现场，便听到屋外传来开门声，他吓得连忙钻进一旁的床底躲避起来。随即刚藏好，便有2名壮汉闯了进来，二人瞬间便被屋内惨烈景象所吸引。接着其中一人在检查完空空如也的拳击袋后，立马将此事定性为黑吃黑，把事情报告给了老大。原来死者竟是当地最大的黑帮成员之一，并且还是掌管帮内现金的财务人员。雷哥听后直接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而此时黑帮人员就发现那没来得及藏好的消毒工具，他们立马意识到凶手可能还未离去，连忙掏出手枪开始四处搜查起来，很快便慢慢向床底逼近。雷哥明白自己不能坐以待毙，在对方走到床边的瞬间率先发动攻击，接着赶紧飞奔着逃离此地，但在最后却还是功亏一篑。很快，雷哥便被抓到一栋废弃大楼内。对于他的说辞，黑老大很不满意，并且调查后发现此人就是个普通锁匠。眼见和平问话的方式毫无所获，黑老大直接展示出自己的狠辣手段。没一会儿，口鼻被封的他便逐渐喘不过气。还是同样的说辞让黑老大彻底没了脾气，他只能无奈地询问手下们怎么看。大家感觉雷哥可能真的只是被误卷进来的。有人分析，死者时常去嫖妓，很可能是醉酒后无意中透露给了某个妓女。听到这，黑老大决定和雷哥做笔交易，让他一起跟兄弟们过去认人。如果他撒谎或者没找到那个女孩，就必须由雷哥承担自己损失惨重的后果。而如果顺利找回钱财，他不但会放了他，还会隐瞒失手杀人之事，替其免除牢狱之灾。没办法，软硬兼施下，雷哥只能乖乖照办。在询问老鸨无果后，黑皮直接带着他挨个屋查看。虽然很多嫖客因此被打扰了雅兴，可大部分看到那气势汹汹的模样都选择了闭嘴，但还是有暴脾气的没忍住跟其打了起来，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雷哥见状连忙想趁机逃跑，但另一位成员此时就站在门外打电话，他的逃跑计划还没等实施就已落空。可雷哥越听越感觉对方有点不对劲。听了一会儿后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眼前这个叫阿伟的好像正在跟女贼通话。而就在其有些懵逼之际，凶残的黑皮竟直接将挑事之人扔下了楼。阿伟见状也无心再打电话，可刚挂断就发现雷哥在偷看，而雷哥也明白自己有危险，连忙慌张回头准备将刚才的发现告诉黑皮，但下一秒便被走进来的阿伟给打断。他见状只能紧张的闭上嘴，而当着同伙面，阿伟也不好下手，只得先把雷哥锁进屋内，接着边跟黑皮处理尸体边思索对策。可他却忘了对方是个开锁高手。只见雷哥随手拿起屋内工具便开始操作起来，但此时处理完的阿伟却让同伴回车上休息，自己则悄悄掏枪准备直接灭口。而这一切全被正在撬锁的雷哥看个正着。等阿伟进屋后，只看到门锁上挂着的工具，以为对方逃跑的他立马焦急地追了出去，却不知雷哥玩了个灯下黑。眼看阿伟不停在楼下房间疯狂搜索，他只能慌不择路地朝楼上跑去，却忘了此处的老鸨也是他们的人。看到雷哥逃跑，立马大声呼唤起来。
没办法，他只能将玻璃砸碎翻出窗外。可耽误一会儿的功夫，阿伟就从身后追了上来。看到阿伟摔晕在地，雷哥连忙强忍剧痛起身拿走对方手机，逃离了此地。而行动失败的二人只能不安地将事情告诉老大。黑老大听后立马联系朋友帮忙一起寻找。此时毫不知情的雷哥正躲在角落，以阿伟的名义给刚才的联系人发短信约见面。随即在成功骗取到对方后，又以技术溜进一家五金店，顺了些工具，接着提前来到约定地点附近等待起来。很快他便一眼认出赴约之人正是那个女贼。可就在准备跟上去时，却被酒保一把拦下。他的衣着明显不像是来 happy 的人。雷哥灵机一动，直接谎称自己是维修工，终于也有惊无险地进入二人约好的酒吧。但大庭广众下，他也不好动手，只能发短信让女贼来酒吧后门见面。可就在顺利将其骗到此处时，朱莉却突然接到阿伟的来电，随即在听到对方丢手机后，立马意识到不对，但此刻再想逃跑，以为时已晚，他只能大叫着将自己位置报告了出去。而雷哥则随手把其拽进一旁的仓库内，用尼龙扎带将朱莉绑到了座位上。可翻找后却发现对方根本没将钱背在身上，崩溃的他立马拿着锤子威胁起来，但朱莉却对此举不屑一顾。他认为雷哥根本不适合扮演恶霸，可下一秒，但看着对方惊恐的神情，雷哥果然没忍心再次动手。他恨自己怎么会如此没用。朱莉见状也明白自己将一个好人卷了进来，可就在他准备安慰下对方时，门外却突然传来阿伟的呼喊。二人都没想到对方进来的如此之快，雷哥连忙捂住朱莉嘴，哀求她不要出声。很快阿伟就找到了这个上锁的房间。离奇的是，没一会儿朱莉竟起身打开了门，而进来后屋内更是只有他一人。原来最终朱莉也不忍心雷哥命丧于此，决定庇护对方，让其藏进了一旁的柜子内。她谎称自己正托雷哥躲在了此处，并恳求男友赶紧带自己连夜逃跑。阿伟表示今夜黑老大的抓捕是最疯狂的，他必须得留下来先稳住对方，要不然根本跑不远就会被抓回去。二人约好后立马离开了此处，可就在将女友送走后，阿伟却突然想到，为了生命所将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说不定此刻就躲在暗处窥视着。想到这，他立马再次返回酒吧搜索起来。刚松口气打算离去的雷哥看见后立马吓了一跳，连忙蹲下身子躲避对方视线。倒霉的是，正巧酒保找过来称厨房也有点问题，没办法，他只能起身和对方离去。而这一幕也恰巧被阿伟所看到，他直接冲进来将雷哥给堵住，几人全都被真理吓得不敢乱动。雷哥听后连忙将电话还了回去，但你死我活下，阿伟仍不打算放过对方。所幸此时酒保的动作吸引了他的注意，雷哥见状连忙抄起一旁灭火器扔了出去，随即立马趁烟雾弥漫之际再次逃跑。可这次对方却说什么也不打算放过他，没办法，雷哥只能朝人群中逃窜。此时附近的广场上正在大游行，他见状连忙指着身后的阿伟称对方是警察，以为同伴被打的群众听后立马围了上去。挣脱不开的阿伟情急下直接开了一枪，没想到此举却刺激到了真正对峙的警察，本就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瞬间被引爆，双方立马在广场上展开了大乱斗。逃跑的雷哥直接被警方当作捣乱者给拿下，被乱棍加身的他没有丝毫辩解和反抗，只因雷哥意识到自己可以借此机会脱离险境。可他上了警车才发现阿伟竟也在车里，对方也在刚才的暴乱中被警方羁押。而他更不知道的是，此时队长在对比过照片后直接拨通了黑老大电话。原来此人竟就是对方找来帮忙的朋友。此时毫不知情的雷哥正警惕地盯着阿伟，却不知危险已悄然逼近。很快阿伟便率先察觉到不对劲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其他警车竟逐渐开往了别的道路。慢慢的，他们这台车便被强行脱离了大部队。这一幕让阿伟感到不安，不明所以的雷哥见状也向后望去，下一秒，很快几名蒙面匪徒便持枪走下车，前方的2名警察早已在撞击中身亡，而昏迷的雷哥二人也纷纷被对方带走。挣扎一夜的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魔爪，为了活命，他只好将事情全盘托出。黑老大听后立马将阿伟叫了进来，但对方早已料到他会交代，回来后就将有关朱莉的信息全部删除。可雷哥却仍坚称手机里有证据，原来他预判了阿伟的预判，偷偷在其手机中设了个隐藏文件夹。很快雷哥在柜子内偷拍的视频便被找了出来，绝望的阿伟直接被当场拿下。但此时黑老大却根本不关心对方死活，只因他在视频中听到了二人明早见面的地点。折腾一夜的他终于找到了线索，而对于背叛自己之人的下场，黑帮的手段向来是极其残忍。很快阿伟就在窒息中彻底身亡，而面对真的帮自己找回钱财的雷哥，黑老大也信守承诺，决定放其一马。
可他必须将今晚之事忘得一干二净。但凡自己在外面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，手中凶器就是将雷哥送进监狱的证物。此时阿伟的身亡早已让其吓破了胆，能活着离开就已是万幸，根本不敢跟黑老大讲任何条件。经历恐怖一夜的他终于被送回最初的地方，但雷哥却没有丝毫开心，只因他的活命是靠出卖朱莉换来的，而之前对方却保护了自己。善良的雷哥怎么也过不了心里这关，可警匪勾结让他根本不敢轻易报警。眼看约定的时间即将到来，天人交战后，他还是决定尝试挽救对方。他想在黑帮赶到前提醒朱莉逃离车站，时间紧迫的他只能在道路上狂飙。很快他的超速便引来了警车注意，雷哥只能边操控边不停躲闪。没一会儿就来到了车站附近，却不知这疯狂举动引来了更多警车的围追堵截。下一秒，警方以为雷哥肯定是什么重刑犯，纷纷紧张地掏出了配枪，而他却顾不得误会，飞奔着朝车站跑去。只因现在时间已来到6点，此时朱莉已按约定背着钱来到车站，却不知抵达此处的黑帮也盯上了他。黑皮直接跟上去准备动手，但危急时刻雷哥也终于赶到。可他刚大喊着想要提醒，久追不下的警方竟在此时开枪，而朱莉也终于借此看到了近在眼前的杀手。他连忙惊慌地向站外跑去，幸运的是大量警察朝这边围了过来。黑皮见状只能暂时躲进角落，等再出来时朱莉已不见了踪影。雷哥终于还了恩情，但代价却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讽刺的是，他并没死于穷凶极恶的黑帮手中，而是丧命于警方的误杀之下。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在朱莉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，他真的能逃过这些恶势力天罗地网的抓捕吗？